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特朗普举行2024年大选首场电视辩论。有美国媒体和专家认为，拜登和特朗普一个表现糟糕，另一个满口谎言。为此，拜登不得不紧急出面安抚支持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在6月27号的辩论中，拜登的表现堪称灾难，多次出现口误和卡顿。CNN 的民调显示，在观看了本次辩论的注册选民中，有67%认为特朗普表现更好。辩论前，特朗普的支持率为55%，反之，辩论后33%的选民支持拜登，辩论前为45%。 日前，美国 CBS 电视台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70%受访民众认为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将因其心智水平而无法胜选。当地时间6月29号，为了平息民主党内对于选举的担忧情绪，拜登出席了由美国对冲基金巨头亿万富翁罗森斯坦举办的招待会。有媒体报道称，拜登在招待会上表示：“我理解由首场大选辩论带来的担忧，我在辩论之夜的表现并不好。当然，特朗普也是。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会赢得这次选举。”报道指出，当天拜登竞选团队称，从辩论日至6月28号晚间，拜登共筹集了2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96亿元的资金。6月28号，拜登还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集会上表示，自己不会退选，并希望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击败特朗普。The choice in this election is simple. Donald Trump will destroy our democracy. I will defend it. So, folks, are you with me? 尽管拜登在现场极力活跃氛围，但其缓慢的离场步伐和吃力的互动，再次让部分美国民众觉得他的身体状况难以支持接下来的任期，更别提再加4年。 不过，《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民主党的赞助人在拜登与特朗普第一场辩论之后惊惶不安，现在在讨论是否有可能强制将拜登剔除出总统候选人名单。一位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开始与政治顾问讨论秘密规则，看能否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之前或召开期间将拜登从总统候选人名单上剔除。还有一些赞助人希望拜登能够顿悟，并自愿放弃参选。 另一些赞助人提议与第一夫人吉尔联系，让他劝说拜登退出总统选举。前福克斯新闻主播梅金凯利在其社交平台表示，从辩论来看，乔拜登的竞选已经结束了。He was so distant, so frail, so hard to comprehend, so unsteady. You honestly didn't know whether he was going to make it through the answer, never mind through the debate. Much less through a second term. The contrast between Joe Biden and Donald Trump has never been more stark. 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只有拜登的妻子吉尔对他有决定性影响。如果吉尔决定改变方针，方针就会改变。拜登预计周日将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与家人讨论他的竞选活动的未来。据白宫记者团称，此行是在辩论前计划的。 而拜登所处的民主党整个周末都被媒体追问对拜登去留的看法，多名民主党高层公开力挺拜登，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都在社交媒体发文表达支持。民主党众议院领袖杰弗里斯、前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也对媒体表示力挺拜登。被视为有机会接替拜登出选的几名民主党参议员之一的乌洛克也表明，拜登绝不应退选。His entire life of public service. And over the last 4 years, he's been showing up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question this morning is not what is Joe Biden going to do? The question is, who has Donald Trump ever shown up for, other than himself and people like himself? I'm with Joe Biden, and it's our assignment to make sure that he gets over the finish line come November, not for his sake, but for the country's sake. 不过，美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利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最新的独家消息。他声称，经过与家人和关系亲密者的商谈，拜登决定退出2024总统竞选，但白宫还不知道何时或如何宣布这一消息。据披露，拜登团队退选原因有2：一是民主党内部民意调查显示他无法从辩论中恢复过来；二是筹款正在枯竭。 目前，白宫方面尚未对该消息的真实性作出回应。
今年5月，伊朗总统莱西在直升机事故当中遇难。伊朗政府宣布原定2025年的大选提前举行。当地时间6月29号，首轮投票结果出炉，4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将举行第2轮投票。6月28号，伊朗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共有4名候选人。投票从当地时间上午8点开始，共持续16个小时。经连夜点票，伊朗内政部29号宣布，由于无人得票超过法定当选的50%，定于7月5号举行第2轮投票。由首轮投票结果前2位的前卫生部长佩泽什希安和前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进行角逐。在首轮投票中，两人的票数差距不大，佩泽什希安得票率42%，贾利利以38%紧随其后。据伊朗媒体报道，符合本次投票条件的选民超过6100万人，投票率为40.25%，低于预期，也低于2021年的总统大选。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经济状况是主要原因。受到美西方持续的制裁，伊朗面临40%的通胀率。德国马尔堡菲利普大学中东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雷扎法扎内根认为，外国制裁是伊朗通胀率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如果没有制裁，通胀率可能会低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在莱西政府的努力维持下，加上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伊朗2023财年失业率为8.1%，为历史最好水平。也有分析认为，参与第2轮投票的候选人减少至2名，这有可能将刺激选民的投票热情。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是，伊朗的议长卡里巴夫呢，这次的得票率呢比较低啊，很意外的只失去了进入第2轮的机会啊。第二呢，出乎人意料之外就是改革派啊，佩泽什希安得票率呢是非常高。进入决赛圈的佩泽什希安现年69岁，被认为是本次伊朗总统选举中唯一的改革派候选人，获得了前总统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全力支持。佩泽什希安任命前外长扎里夫为外交政策顾问，令他的竞选运动获得了动力。扎里夫被认为是伊朗核协议文本撰写的关键人物，这份协议一度获得了美西方认可，直至被特朗普撕毁。佩泽什希安的政治观点较为温和，主张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并把推动解除制裁视为首要任务。他的竞争对手是58岁的贾利利，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过2伊战争，并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腿，被授予活着的烈士称号。舆论普遍认为，长达8年的惨痛战争经历塑造了贾利利的世界观，他较多聚焦美西方对伊朗的强硬态度。贾利利长期在伊朗外交部任职，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担任首席核谈判代表，在谈判过程中的强硬态度受到了美西方的关注。据悉，贾利利还曾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办公室工作过。外界认为，如果他当选，其政策或将得到更大的支持。贾利利呢，主张对西方采取强硬措施，依靠经济的自给自足，扩大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中的国家合作，来改善国家经济。第1轮的投票数据还显示，佩泽什希安所在的改革派支持者的参与率与上一次伊朗总统选举相比基本持平，但贾利利的保守派支持者的参与率则明显下降很多。因此，第2轮选举结果依然难料，两大阵营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支持者参与投票，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根据伊朗宪法规定的权力架构，该国总统负责政府日常行政事务，更多关注国内事务，并在对外关系中发挥一定作用。该国的最高精神领袖对国家整体内政外交掌握决定权。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新总统将面对一系列内政外交挑战。内政方面，近年来美国制裁等因素对伊朗经济增长构成较大影响，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将是一项艰巨且紧迫的任务。